匈牙利的大选变天了，到底对世界来讲会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带你快来看。嗨，大家好，我是治愈。今天想跟大家来聊聊，有一场选举啊，它的选举结果呢，让各方都不甚满意，都有点傻眼。但这场选举啊，却是牵动了未来。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双边关系，牵动了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布局。很特别，是哪里的选举呢？是匈牙利的选举。好了，那你就觉得奇妙啦。匈牙利是什么国家啊？有重要到会牵动到全世界的一个地缘政治的版图吗？这就是最奇妙的地方了。好，我们来看匈牙利呢，他最近呢，当然上演了他们的一个国会大选，然后呢，他们就产生了一位新总理，推翻的不得了，是一直以来独掌大权他们的执政党奥班政府。好了，那你说是什么样力量，什么样很神奇的力量，可以把这么久长期执政的一个执政党给拉下来呢？这个小党啊很特别，它的名字呢叫做蒂萨党。那蒂萨这个字呢，其实是匈牙利语当中啊尊重与自由的一个缩写。好了，那这个尊重与自由党呢，他拿到了政权，而且他是横扫的哦，总共199席当中啊，他拿到了138席，超过2/3的席次，也就是未来匈牙利这个国家他说了算，他的反对党变得好小好小，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啦。好了，那于是呢，他就是横扫了这次的选举哦。那你说他到底为什么赢呢？他就是掌握了现在呢匈牙利人民对现状的不满，然后呢对他们的民生经济啊非常非常强烈的盼望有一个改变，所以呢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结局。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好好跟大家分析为什么这样的一场选举未来会牵动整个世界的版图。好，我们首先要带您来看到这个奥班政府很特别，他总共执政了16年的时间，然后呢最后他在选举的过程当中啊，你说这个奥班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他居然让普丁挺他，中国爱他，川普还帮他助选。什么样的人居然大家都喜欢他？圣诞老公公吗？那么可爱吗？长得像朵花吗？没有人不爱他。欧盟倒是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在欧盟当中就是一个反骨的存在，就是一个叛逆的孩子。好了，那你说川普也爱他，普丁喜欢他，中国也挺他，他没选上而且输得如此难看。你看他2/3的席次全部输掉了，而且最扯的是，川普到了最后关头，他派出他的副总统范斯亲自飞到了这个当地去，然后去力挺他，帮他站台。这样还输真的是太掉漆了，真是面子往哪摆？好了，那输了就是输了，对吧？好，那你输要有输的原因。大家说这次呢，这样一个选举的一个大翻盘，很多人说不是说那个尊重与自由党有多讨人喜欢，而是大家有多讨厌这个奥班。匈牙利人真是太讨厌这个奥班了。好，那你说一个总理啊，一个执政党是怎么样做到大家都讨厌他，然后呢是想尽办法要把他给拉下来呢？首先你一定是让人民过得不好，人民过得好你就都好，随便谁当这个老板都行，我就过得好嘛，对吧？那他如何让他的人民过得不好？经济成长率不断的停滞，2025年他们的经济成长率只有0.4%的成长率，在疫情之后，它几乎就是一蹶不振，他们的通膨非常的高，然后到2026年呢稍有好转，大概今年预计它的经济成长率可以到2%。但是它的通膨率呢是5.4%，什么意思？就是呢，它怎么样，他们的收入都追不上那个通膨的速度，所以他的人民生活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好，这是一个。再来呢，它的通膨如此严重，人民这么辛苦的状况底下呢，你知道这个奥班以及奥班的朋友们，他们富可敌国啊，他们好有钱哦，所以呢，让人民的相对剥夺感很重。我这么辛苦，我这么穷你们这么有钱然后奥班那个人吃得好胖啊，脑满肠肥的样子这看起来就是每天都吃香喝辣的样子。所以呢，你对于人民心里头
更不是滋味了。我什么日子啊？你什么日子啊？真是太气了哦。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那其实欧盟呢，对于这个欧盟的这些成员国当中，他们其实呢都一直会有一个补贴的一个政策，因为欧盟希望欧盟大家都共好，大家一起好，所以对于欧盟当中它的经济没有那么好，不像法国、德国那么棒的国家，它其实是会有一些扶植的一些补助金。好，那于是呢，这样的一个补助金，它会发给一些这个成长度没有像德国那么好的一些国家，所以你按理来讲，匈牙利可以得到这些补助金啊，对啊，没错。但是欧盟把这些钱给扣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呢，匈牙利啊，在欧盟他们的评鉴当中，它是那个贪腐程度很高的一个政府。刚不是讲了吗？奥班及奥班的朋友们，他那些财团朋友们，都是赚翻天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一个贪腐的国家，我如果把资助金给你的话，那你会用到人民身上吗？你会用到基础建设吗？还是不都被你们 A 走了吗？被你们都这个亏掉了吗？于是乎呢，欧盟就把那个钱给扣下来了。那扣下来的金额呢，大约有数十亿欧元。所以你说，本来匈牙利它的人民可以过得好的，它的通膨很严重，对。但是呢，那个疫情之后，欧洲哪个国家通膨不严重啊？那现在呢，至今还这么严重的，至今的物价呢涨了50%，然后居高不下，压不下来，让大家连吃不起饭的。只有匈牙利啊，那为什么呢？那欧盟的补贴金呢？其他国家也拿到补助金啊，都想尽办法用这样的补助金，然后呢去平抑他们的物价，让他的人民可以生活得下去。匈牙利拿不到那个补助金，因为呢，这个欧盟说你贪腐啊，我钱不能给你，我扣住了。所以呢，对于匈牙利人民就来讲，你就觉得，我就看了欧盟其他国家，人家都拿到补贴金了，谁也拿到，谁也拿到。一样被扣下来这笔这个欧洲的资金的。波兰也曾经被扣下来。好，那波兰被扣下来呢，一样的，这个欧盟说，哦，你们贪腐，你们司法这个非常黑暗，所以我这个钱不给你。后来呢，这个波兰它实现了政党轮替，然后呢，他们说好，我要实现这个政治的清明。那于是呢，这个欧盟就又把钱拨给他了嘛，那波兰的物价就下来了。那现在匈牙利就说，我就拿不到这笔钱呢。那于是呢，这些人民就说，好，那我们就换一个总理，然后赶快把钱给拿过来。OK， 好，现在就换了哦。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谁是那个领导的这个现在的反对党，这个所谓的地萨党哦，尊重与自由党，然后呢把那个奥班政府给拉下来。这个人也很特别，他叫做马格雅。马格雅啊，当年啊，他是奥班的信徒啊。奥班政府呢，因为他执政16年嘛，那个时候呢，他这个初期执政的时候，现在这个马格雅还曾经是他的阁员呢，是他培养的年轻的政治新秀。好，那这个政治新秀为什么突然间自己弄了一个党，然后把这个奥班给拉下来呢？中间有非常多很神奇的，很像这个8点档故事的情节。因为呢，这个马格雅呢，他的前妻啊是奥班政府的司法部长，然后他跟他前妻啊感情不好，因为呢他的前妻平步青云当部长，他还一直在那个地方勤勤恳恳，就当一个小阁员。心生不满，于是呢，他在家里头偷录音，录音呢录到什么？录到他的前妻跟这个奥班政府啊有这个政治丑闻，于是呢，他就拿着这些录音啊拿出来爆料，说你看看，我都录音，我存证，然后呢，把他这个前妻名声也搞臭，然后把这个奥班政府的名声也搞得很臭啊，这个丑闻实在是这个。丑不堪言呐、于是呢，这个让这个奥班政府当然就是信任度大打折扣。那他也借机，他变成了一个很像这个吹哨者。你看嘛，曾经在这个奥班政府当中，如今他站出来，我就指控他们真可恶啊！所以呢，我现在呢，我要来改革这个政治，我要让匈牙利不一样。于是呢，大家就信任他。但其实啦，现在的匈牙利的一个政治情势跟他的经济情势，让人民心生不满。应该是，就算不是马格雅，你随便谁来选，只要是个人，只要你说你讨厌奥班，我要怎么样推翻他，我要让大家不一样，应该都会选上。那这个马格雅呢，他也很妙。他当初呢，他的这个地萨党出来之后呢，他要怎么样突然间让大家信任他？
他找了这个办演唱会的人，找了演员，找了网红来，于是呢，他在这个年轻人的声势，这个年轻人的族群当中，就声势非同凡响，非常大家都喜欢他。那于是呢，他的造势就很成功啊，然后一步一脚印啊，据说他走了500个乡镇啊，然后到处去跟他的选民啊握握手，坐下来倾听你们的心声。你是不是很讨厌奥班？这么巧，我也是。好，所以呢，大家就觉得说，哎，你看我看得到他耶，跟那个奥班高高在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执政了16年啊，这个已经不是当年的政治人物了，已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像神话一样的人物，你都是摸不着他的哦。那现在来了一个看得到的一个政治人物啊，这个马格雅啊，就是出现在你面前，到处办演唱会，年轻人都爱他，哇，蔚为风潮，所以他就选上了。好了，那选上了之后呢，哇，不得了了，他就说我要零贪腐，贪腐零容忍啊，然后我要怎么样让政治重新找回当年的一个匈牙利的一个这个风采啊等等啊。那我们就等着看他要怎么样改革。我觉得你要把现在的人拉下来，因为现在的人都有这个当政者的包袱，你要把他拉下来是简单的，但是你要怎么样改革，你要怎么样做得比他更好，哎，这才是接下来的学问，对吧？好，那继续呢，我们就要开始讲了那到底接下来的这个匈牙利为什么这场选举让大家都有点傻眼哦？因为川普也挺他，你就觉得川普也挺他，普丁也挺他，中国也挺他，好妙，对吧？那为什么呢？这就要讲到欧盟。它的一个制度了。欧盟很妙，欧盟所有的决定它必须要集体的意志来做决策，也就是呢，欧盟成员国当中只要有一个国家不同意啊，你的这个推行的政策，你就是出不了那个欧盟的一个大门口了。好了，那这个匈牙利就变成了大家想要这个。从内部啊，这个分化欧盟很好的选择，对吧？欧盟呢，哎，这个你看看，这个普丁也想要有一个在欧盟当中自己人嘛，对吧？你想要制裁我，或你想要对我不利的时候，这个人可以帮我讲讲话嘛？哎，匈牙利啊，然后中国也是嘛，对吧？这个你想要这个对中国不利，哎，匈牙利，你就帮我说不要，好不好？那匈牙利有 OK，没有要交给我包，要包在我身上啊。以前奥班政府就这个角色，那你说川普怎么也爱他呢？欧盟记不记得从法国马克宏开始，然后德国，其实呢，这个英国他们之前呢，欧盟里头啊，这个当然英国脱欧了啦，欧盟里头一直觉得说。这个美国好像已经不是当年的盟友，所以他们都一直想要这个对抗美国，然后有自己的意志，然后不要什么都听美国的。所以川普说：“哎呀，那欧盟里面我也要有一个自己人呐，哎，匈牙利。”所以呢，你就看到了，匈牙利才会这么特别，变成了这个美国也喜欢他，然后这个普丁也爱他，然后中国呢也觉得他是自己人哦，所以呢这次的选举，奥班居然被拉下来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大家傻眼。中国觉得哇，我在匈牙利经营了这么久，糟了，这个奥班政府没了，那接下来我怎么办？然后呢，普丁也觉得，怎么办？那以后呢？你们万一这个现在啊，看到了这个总是卡住那个要补贴乌克兰、帮助乌克兰的很多的欧盟的议案的都是匈牙利。每次呢，欧盟说好，我们去帮乌克兰，都匈牙利说我不要，所以呢，大家就不能做。然后呢，这个说我们要制裁普丁，然后呢，匈牙利就说我不同意，好，又没办法，所以呢，这个普丁也傻眼了。然后呢，川普说，我都帮你助选了，结果你没选上。所以呢，这一次的一个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大选的结果啊，让各方人士都傻眼，只有欧盟很开心。但我们待会儿告诉你，欧盟现在也傻眼了哦。好，那我们就先来讲讲这个匈牙利之后会有什么状况。匈牙利的经济啊，因为它是一个不到1000万人的一个国家，中小型国家，但是它一直是整个欧洲地区汽车工业的大国，因为德国 BMW 还有这个奥迪把它的一个这个汽车工厂设在匈牙利，匈牙利的劳工成本非常低，所以呢，这个大家都把这个汽车工业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也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关系，它是在东欧，所以过去呢，在奥班政府的时候，它的经济政策是它要向东开放，也就是他说我要做除了欧洲以外的市场，所以他看到了中国嘛，对吧？向东开放。好了，那于是呢，这样的一个经济状况呢，刚好又是汽车工业，然后呢，它又向东开放嘛，所以呢，这个中国呢也把目光放在这里。匈牙利是一带一路的国家，第一个
欧盟国家跟中国签了"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的国家。好，那于是呢，你看这个欧盟有很多国家说我拒绝华为，对不对？这个匈牙利不拒绝。华为呢，在匈牙利是一个非常大的基地，在这里有非常多投资哦，研发机构啊，几乎欧洲的大本营就在这里。然后汽车工业在这嘛，所以你看到了比亚迪在这个地方有欧洲第一座的汽车工厂。然后呢，宁德时代在这里有非常大的电池工厂，因为在这里呢做出来的电池我就直接卖给双 B 了嘛，对吧？那在当地呢，匈牙利当地还有的 BMW 的这个汽车工厂嘛，所以我宁德时代做的电池我就直接给他了嘛。所以呢，在这里可以说不仅仅是汽车工业啊，不仅仅是这个通讯产业，像华为，其实呢还有非常多的一些中国企业，总共400家都投资匈牙利。应该这样形容它，匈牙利是中国要做欧洲市场大本营就在这里，你几乎可以想得到的，包括从华为，然后到这个汽车相关的一些工业，乃至于到这个基础建设嘛，"一带一路"的合作国家，然后再到金融产业，甚至连化工产业都在匈牙利。所以呢，当这次的大选结果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就怎么办？中国现在已经是大举投资在这个地方了。那万一呢，换个政府，换个脑袋，把我们通赶走怎么办哦？那我们就来看看了，为什么我才刚告诉你说，连欧盟都傻眼？因为呢，这个即将上任的马格雅哦，他以后要当总理嘛，对吧？那他在选举过程当中啊，我骂俄罗斯啊，对不对啊？这个怎么样，我们要让这个匈牙利跟以前不一样啊，等等。但他倒是不太直接批评中国，可能他也知道啊，这个匈牙利现在很大的这个投资都是中国投资的，他也不能一下子就是我跟你一刀两断啊，这个也没办法。好，那于是呢，现在就有很多分析说了，这个他马格雅已经胜选了之后呢，他就说，哎呀，中国还是我们很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但是呢，未来的合作他要以这个匈牙利的这个利益为最优先考量，所以呢，大家就说了哦，那他还蛮务实的咯，他没有对中国非常的敌对，那他可能未来的这个中国在这里的投资，他可能呢，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审慎的，可能跟过去澳班就是开大门，你们都来，那未来他可能会比较审慎的评估这些中国的投资了，但是呢，他不完全是排斥中国投资的哦，他是比较务实的角度哈，这是一个。那对于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态度呢，这也很妙咯。不是呢，这个选举过程当中，他就是抨击俄罗斯吗？讲的好像他要跟这个普丁这个再也不跟你做朋友，结果选上了之后没有啊，没有他选上了之后他就讲了，他说，哎呀，我们跟俄罗斯的关系哦，也就是呢，这个我们要好好维持啊，我也愿意跟普丁见面啊，然后呢，本来啊，在欧盟想要推动的是不要再依赖俄罗斯的能源哦。结果呢，这个马格雅就讲了，他说：“哎呀，但是俄罗斯的能源很便宜呀，所以呢，这还是我们很好的选择啊。”哎呀，欧盟就跌倒了。欧盟以为说，不是来了一个盟友嘛？以前奥班跟普丁那么好，那新来的这个马格雅，那你们就不要跟普丁那么好，对吧？我们就是好好的把这个普丁这个赶出去，不要再让他欺负乌克兰，我们就好好来挺乌克兰。结果没有这个马格雅怎么选举讲一番话，选上了就讲另外一番，所以现在欧盟也昏倒。所以呢，现在这样的一场选举哦，看了各方都觉得有点傻眼啊。所以呢，现在其实大家都在观察这位马格雅先生，他未来他真正的一个路线会是什么？然后他对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美国啊，对于俄罗斯啊，对于中国啊，对于欧盟啊，各自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就要等他上任之后，大家再好好来检视他。这就是为什么讲了这场选举会牵动未来的各方势力，还有这场选举的结果。可能只有这个马格雅先生，匈牙利人现在比较满意，其他各方势力都还要再继续观望他，看看他接下来怎么做了哦。好，这是跟大家分析的这个匈牙利的选举到底对于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了？那我们会继续观察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